28位英勇將士以大无畏的精神，为国家、为民族壮烈牺牲，一鞠躬。每年清明，山西平陆县红池乡会冒出很多陕西人，他们带着家乡的酒、家乡的味道，来祭奠一塊刻滿名字的碑。我是孙春龍，一個打掃戰場的人。這是一個4稜的一個紀念碑，這是一個為，這是一個國，國家的國，為國捐軀。這塊碑四面刻着4個字：為國捐軀。碑下密密麻麻地刻着28位抗日陣亡將士的名字，當地人叫它後死碑。立起這塊碑的是一個叫張玉婷的營長，碑上刻着的是他3營的戰友。1937年七七事變後，全民族抗戰正式打響，日軍佔領山西楓林渡，打算渡過黃河打進關中，逼近重慶，妄圖打通西進通道。危急關頭，孫文如帶領3萬陝軍將士東渡黃河，駐守山西中條山的平陸、芮城一帶，死守日軍。1939年1月，譚據芮城的2000多名日軍集結步兵、騎兵、炮兵，從楓疙瘩分3路突襲177師1059陣地。張玉婷所在3營全營拼死迎戰，殲敵數百，拼死守住了防線，沒讓日軍跨過黃河。這一戰，3營犧牲了28個弟兄。張玉婷和活下來的3營官兵悲痛地將犧牲的戰友抬到了西正村關帝廟外的土坑裡埋葬。他用隨身攜帶的小本子記下了戰友的名字以及掩埋的順序排位，又奔赴下一個戰場。1個月後，張玉婷帶着隊伍回到西正村，他買了一些木板，在附近村子裡找來10幾個木匠，定做了28口棺材，將犧牲的28位戰友重新安葬，然後在每一個葬坑裡放了一塊青磚，上面刻着他戰友的名字與家鄉地址。他想着，等趕跑了日本人，如果他能活下來，就可以憑着磚上的字把弟兄們一個個帶回家。其實那天下葬的是31個人。重新將3營士兵下葬時，官兵們還從附近的山上抬下了3具屍骨，是177師1060團的戰士，他們遭受日軍的炮擊身亡。因為這3名戰士的姓名沒人知道，沒有青磚。31口棺材徐徐放下去，張營長帶着全營戰士肅立在墓坑旁，舉起槍支，一起鳴響，以示哀悼。那天來參加葬禮的村民都哭了。張玉婷還找了一塊石碑，碑正面鐫刻部隊番號及立碑人信息，碑側刻有28位犧牲者的軍階、姓名、年齡及籍貫，背面刻着祭文。碑立好那天，張玉婷請全村人吃了一頓豆腐，給弟兄們送行。張玉婷對村民說，這塊碑叫後死碑，我們這些立碑的人只不過是後死者而已。4個月後，1939年6月6日，日軍集中3萬兵力，對中條山發動第6次大規模圍攻，史稱66戰役。177師在紅池鄉一線與日軍血戰，戰況慘烈至極。張玉婷所率3營官兵又投入到了這場惡戰中，士兵們相繼陣亡，以生命踐行了後死之諾。66戰役結束後的第2年，後死碑後面的墳堆上長了一棵柏樹，剛好就在墳堆的正中間。西正村的村民都說那是士兵們的靈魂，每逢節日，他們都會來到墳堆前祭奠，還會為戰士們送去寒衣，年復一年。我們從陝西帶來的陝西的鍋盔。今年清明，我帶着40多位中條山抗戰陣亡將士後人回到了當年的戰場。我們今天來到我們陝西的將士埋骨他鄉的這個地方，我全營官兵英勇奮戰，堅守陣地，以大無畏的精神，為國家、為民族壯烈犧牲。我們不能忘記，你們是偉大的抗戰軍人，你們是中華民族的鐵血脊梁。一鞠躬，再鞠躬。停下来這塊碑是在上世紀80年代3營營長張玉婷重返中條山後立起來的。今天能有這個碑，
我們還應該感激當年的營長張玉婷。張玉婷營長的後代代表爸爸向三营阵亡将士行禮。1980年刚出监狱的張玉婷拿着一个锅盔，獨自來到了西正村。當年埋戰友的墳已經被平掉，石碑也歪倒在溝裡。張玉婷花了5塊錢，讓村裡一個後生把碑扶起，然後一整個下午呆坐在碑前。從那以後，每年清明，後死碑旁總有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1991年7月16日，張玉婷因病離世。這段歷史隨着營長的歸隊陷入沉睡。2007年，陝西的歷史研究學者張衡偶然得知後死碑的故事，他跑到西正村，脫下被風雨侵蝕的碑文，決心要為碑上的士兵尋親。28位士兵中，24個陝西人，其餘4人分別來自河北、山東、甘肅和山西。媒體的報道鋪天蓋地，時年73歲的王寶喜從報紙上看到了王振俊的名字，籍貫甘肅，那是他的爸爸。王振俊離家參軍時，兒子王寶喜才3歲，一家人找了70多年，終於等到了父親的消息。在今天的現場有2位陣亡將士的後代，王振俊的孫子來自於甘肅。就是1937年的時候呢，我爺爺走了，一直就再沒有音信，說去哪兒了，誰也不知道。到09年的時候，張衡教授發現了這塊後死碑以後，才尋到我們家。王振俊，您的孫子來看望您，向爺爺磕頭。1937年當兵走了，直到2009年才知道消息。後死碑上還有一個特殊的名字，任興福，1等兵，27歲，陝西商南人。張衡找到他家才知道，真正穿上軍裝犧牲在中條山的不是兒子任興福，而是他的父親任秉陽。當年徵兵，任秉陽不忍心讓兒子去送命，便頂替了孩子，最終戰死沙場。碑上留下的是兒子的名字，可把命丟在那裡的是父親。張衡為碑上的18位士兵找到了後人，到了2013年，他又幫其中5位陣亡將士申請到烈士身份。後來我見到了當時負責辦理此事的陝西省民政廳的主要領導，這位領導說，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，只要是為抗戰犧牲的都是烈士，只要報到我這裡我都會批，這份擔當讓人敬佩。在平陸縣，這樣的後死碑不止一塊，長樂鎮王志溝的石碑上刻着29位陣亡士兵的姓名，碑文記：無人留後死之軀，一息尚存，當不誅先烈血跡，拼命邁進，決殲彼惡魔，以樹立中華民族之真正自由獨立，而為諸先烈再添忠魂。後死碑不只是一塊石頭，它是那場戰爭中所有士兵刻在骨子裡的不屈和英勇。無數立碑的後死者，最終也追隨戰友的腳步，埋骨為國戰場。作為一個陝西人，我很慚愧，這麼多年奔走各地，為抗戰陣亡將士修墓立碑，但是為陝軍做的太少。這些年來，我們多次前往中條山戰場，希望找到這些士兵的遺骸，帶他們回家。遺憾的是，當年的墓地已經全部被毀，種了麥子或者果樹，大多已經無跡可尋。2018年，我們應回家項目組在河南收斂陣亡將士遺骸，在遺骸的後面放着4塊刻有姓名和籍貫陝西的磚塊，這是陝西人的風俗，為的是將來萬一遷墳還能認出這是誰家的人。遺憾的是，我們至今沒能為他們尋到親人。總共是28位將士，這是碑上的原來的文字，這是後來找到的，現在有的還沒有找到，我們繼續去尋找。我們為後死碑上的士兵發布了尋親視頻，但直到今天，後死碑上還有10多位將士依舊沒有等來家人的消息。但我們不會放棄，只要還有一位將士沒等到親人，這場尋找就不會停。